贤妃娘娘，你怎么样？你还站这儿？去请太医啊！哦，姐姐，你千万不能有事啊！最好神灵庇佑，保佑他这一摔得一辈子都不能生。那本宫真要烧香酬神。皇天在上，姐姐为寺庙抄经，功德无量，这次一定要平安无事，要不然我做妹妹的一辈子不会心安。娘娘，你别这样，项链无故断开，这是意外，谁会料到呢？真的是意外吗？三好，你何出此言呢？我刚刚去拾回珍珠，我检视过金线，它是被人故意扯断的。你说本宫故意扯断项链来害姐姐？娘娘应该很清楚，我们私珍房用的金线线质坚韧结实，根本不容易断裂，除非是有人懂得扭扯技巧，那就另当别论。你怀疑本宫？三好只是猜测，我也真的希望是我多心猜错了。是，本宫知道金线有多坚韧，也知道扭扯技巧，但是金线也有优劣之分，而且那么多珍珠，难保不是金线负荷过重才会无故断裂？为何三好谁都不怀疑，只怀疑是本宫所为？本宫真的不懂，为何每次有事发生，三好第一个责怪的就是本宫？我何时在你心目中变成一个心胸狭窄、摆弄心计的女人了？人人都可以怀疑我，但是你不可以，因为你是我的好姐妹。臣妾参见太后。平身。谢太后。哀家听闻贤妃跌倒受伤，可有此事？禀太后，姐姐因为误踩珍珠，所以滑倒，太医正在里面为姐姐医治。臣参见太后。平身。谢太后。哎，贤妃，你有伤在身，不必多礼了。谢太后。娘娘身子没什么大碍吧？娘娘只是扭伤筋骨，情况不算严重。啊，微臣有件喜事启奏，刚才微臣为贤妃娘娘把脉，娘娘脉象搏动有力，顺畅有序，是喜脉。是吗？哎，实在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贤妃，原来你已经怀有身孕了。奴婢恭喜贤妃娘娘。多谢。哎呀，真是灵验啊！三好，你今早才观音送子，如今贤妃娘娘已经怀有龙翼了。恭喜姐姐能够再为皇上开枝散叶，恭喜太后啊！马上通知皇上说贤妃有喜了。奴婢遵旨。吴太医，臣在。哀家知道你作为太医处之首，宫中事务繁多，不过贤妃娘娘身子要紧，为了慎重起见，有劳太医好好的照顾贤妃娘娘的身子。臣遵旨。好好的调理身子，为哀家生个白白胖胖的小皇孙啊！谢太后厚爱。娘娘，奴婢已经跟包公公说了，说娘娘身体不适，请皇上前来探望。待会儿皇上驾到，你就说本宫睹物思人，意念王儿，所以忧伤成疾。是娘娘。贤妃以为怀有帝意就可以万千宠爱，本宫不会让她得偿所愿。皇上知道本宫意念王儿，一定会对本宫倍加怜爱。太后驾到！臣妾参见太后。丽妃抱恙在身，无需多礼了。谢太后。身体欠安，不如哀家陪你上床歇歇。好啊。有没有传太医诊治啊？今天史太医来看过了，不外乎说心闷脾重，气郁难舒。自从上次滑胎之后，身体一直未能康复。那你要小心身体了。不过哀家已经吩咐私膳房为你准备了补品炖汤，让你好好的调理一下。谢太后。如今贤妃已经怀有龙翼，皇上对她
难免会增添几分关顾。丽妃，你善解人意，体恤大体，应该不会介怀的啊。当然不会了，姐姐怀有龙意，宫中上下一片欢腾，臣妾替姐姐开心才是。哎，这些不是之前哀家赏赐给你的，为何还放在这儿？臣妾突然间忆及王儿，所以拿出来悼念一下。哀家明白，不过贤妃已经怀孕，这些事物你应该谨慎收藏，始终未能得用，有欠吉利，要知道避忌啊。臣妾明白。飞燕，替娘娘收起来，一来免得娘娘再睹物伤感，二来免得皇上在这个喜庆的时候徒添愁绪。遵命。简风，这次出宫风尘仆仆，可见疲累。恩师有心，学生半生戎马生涯，早已惯于南北奔波。保贤孟雄有诏，怀有龙意，相信你已接获喜讯。保贤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，也许是夫人在天有灵，保佑我们万家，总算是否极泰来。苍天有眼，当日皇上登基，你我曾感慨昏君继位，唯一寄望是皇上妃嫔早诞皇儿，继承大唐香火。如今这是天从人愿，指望将来地主英明，励精图治，自能振兴大唐。届时国家兴旺，百姓便可丰衣足食了。好，来，为师敬你一杯，贺你荣升外公之喜。干！干！显阳，你去找过万将军吗？他得知贤妃有孕，他心情如何？万将军丧妻之痛已过，如今得此喜讯，总算是天赐恩典。唉，万将军乃领兵奇才，只可惜未能为朕所用。相信总有一天，他会认清黑白，明辨是非，弃暗投明。啊，对了，令尊的情况如何？家言身体尚算安康，唯年事已高，困于天老，难免会愁苦烦忧。刘老伯，刘老伯啊，参见皇上。不必多礼。刘老伯所栽种的牡丹，朵朵都鲜艳夺目。啊，牡丹盛开灿烂，草民打算放在这里，为皇上游览花园的时候增添兴致。国事繁重，机务缠身，朕没闲情欣赏美景，白白浪费了刘老伯一番心思。皇上无需过分忧心，距离家言发配边疆之期尚有一段时日。朕贵为一国之君，一声令下，要赦免令尊之罪不难，难就难在要得他人首肯。其实有时放开怀抱，观花赏月，平时想不通的，可能突有所悟，茅塞顿开。天下万物都离不开一个法则。法则？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就是种花的法则和理据。天下之大，法则无处不在。24节气也是不变的法则。3月惊蛰，蛇虫鼠蚁四处乱窜。不错，以法断案就是上策。除了法则之外，尚有3纲5常。高侍卫，你可知孔子最钟爱的弟子是哪位？应该是安贫乐道的颜回。其实曾参也得到仲尼的授业，曾参受教，著写《孝经》，能够忠于君，孝于亲，方为大唐的好子民。与刘老伯一席话，果然茅塞顿开，烦恼尽去。显阳千代家言，多谢刘老伯指教。我只不过教2位种花的贤士，又岂敢轻言赐教呢？草民还是不打扰2位闲谈了，先行告退。朕这次定可以风风光光营救令尊，让他可以昂首阔步离开天牢。贤妃有孕，为表天赐麟儿，感恩在德，朕决定多行善举，激励功德。行善乃是善举，皇上畅言积德累印，
举国臣民必定上行下效。行善积德，理应惠泽万民，与百姓同乐。所以朕决定恩及囚徒，大赦天下。马大将军，你认为朕此举是否恰当？依据大唐律，刑法共分5刑：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死。大赦天下，除十恶不赦之外，斩刑改为绞刑，以保死者全尸；其余各刑尽皆赦免，就连要流放边疆者也得以免罪。此举实属以仁术治国，皇恩浩荡。高大人尊翁囚于天牢，皇上大赦天下，父子便得以重聚，乐享天伦。本来父子团聚是人间美事，可惜高大人尊翁不在此列，难以受惠。马大将军刚才提过，大赦天下惠及全国囚徒，为何会有例外？平民犯法，依法论罪。高耀安身为朝廷命官，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，所以皇上大赦天下，官员不应在此县，否则难以服众。马大将军果然是高瞻远瞩，顾虑周详。皇上赦免囚徒固然是善举，但律法不宜过于宽松。微臣大胆提议，不如将大赦天下改为减刑轻判，斩刑改为绞刑，笞、杖、徒可以赦免，而流放边疆者，无论年长老幼，一律改为杖打70。如此既收减刑之宽，也可存刑法之严，两全其美。马大将军所言甚是，只怕杖打70皮肉之苦，年老者恐怕难以承受。天子犯法，尚且与庶民同罪，律法之前，众生一致。马大将军果然是大唐的股肱大臣，日夕为国事费神，时刻进谏，朕自当善纳谏言。此事依照马大将军意思去办。朕近日接到磁州百姓联名上奏，道谢朝廷体恤百姓，拨款赈灾，救万民于水火。所以朕决定赐黄金白银各50两，并且封万将军为威武大将军。臣受之有愧。百姓颂扬，万将军乃是实至名归，皇上恩泽却之不恭，还不上前受封？臣谢皇上恩赐，不过封号可领，万金难受。臣愿将财帛悉数捐出，赠予灾民。万将军先平身。谢皇上。万将军为官清廉，爱民如子，实乃大唐之福。禀皇上，这次押运灾款，高大人曾助微臣一臂之力，功劳非浅。皇上既然赏赐，理应一视同仁。凡为朝廷效力者，皆为功臣。朕有岂会厚此薄彼呢？朕就赏赐高显阳黄金白银各50两，并且封他为京中侍卫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臣有一事相求。容禀。臣予以赏赐京中封号，换取家言加杖70之刑。以赏换刑。家言年事已高，已届耳顺之年，难以承受杖打。为人子者，岂能眼看老父受刑而袖手旁观？高侍卫，孝义可嘉，可惜以赏换刑，闻所未闻。万将军，你可曾听过有此先例可原？微臣确实未曾听过有此先例。皇上贵为一国之君，要赦免囚徒易如反掌，但若是有违法理，就难以服众。法理之外，尚有孝道。王祥卧冰求鲤，皇祥山床温亲，孝义之举传颂至今。但孝道并非法则，二者岂能混为一谈？有何不可？木兰代父从军，上阵杀敌；孝女以性命换高堂，高侍卫以奖赏换杖打，都是同出一辙。若将孝道凌驾于法理，此例一开，只怕刑律混乱，难有准则。朕只是以法断案，以孝宽待，江山社稷以百姓为依归，而百姓就以孝为重，万恶淫为首，百行孝为先。朕又岂能抹杀一个孝子的请求？皇上，从来将功可以赎罪，戴罪可以立功。曾参孝其亲，天下愿以为子；子虚忠其君，天下愿以为臣。高显阳戴罪立功，将功补过，以赏换刑，朕认为并无不可。
国以民为本。皇上能以孝义为先，臣民折服，皇上英明。皇上英明。高耀安虽然触犯法纪，但并非十恶不赦。既然高显阳愿以赏换刑，朕便收回其赏赐封号，释放高耀安。皇恩浩荡，臣谢主隆恩。